Agent 创世纪带你解读 Google DeepMind 的这项重磅研究。研究人员正试图揭开大模型自我认知的黑盒，他们重点剖析了内部置信度信号的生成路径。这项工作的核心是确认 AI 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是对是错。当 AI 对1963年加拿大总理这类事实给出 90% 的把握时，表现出来的自信可能只是幻觉。研究者重点剖析了置信度在模型内部的真实计算过程，解析该计算黑盒，有助于在 AI 产生幻觉的瞬间进行精准拦截。面对置信度黑盒，研究团队确立了2个核心谜题。首先是时间之谜，区分置信度是报告时临时拼凑，还是生成答案时就已提前缓存。其次是本质之谜，探究自信源于词汇生成的流利度，还是来自高阶的深度元认知评估。这些谜题为后续追踪神经元轨迹提供了理论框架。研究者针对这2个谜题提出了4种竞争理论。在时间维度上，需判定是临时的即时计算，还是生成答案时就已存储的潜意识缓存。在本质层面，则需区分读取 log props 的统计流利度以及判断正确性的深度元认知。这套框架为后续在神经层级定位置信度信号提供了关键参照。研究团队选取了2款顶尖模型进行对比。拥有62层的 Gemma 3在 AUROC 指标上达到 0.71， 而28层的 Qwen 2.5 则表现出 0.06 的低校准误差。通过追踪这2款模型的神经元激活轨迹，研究者试图验证置信度计算是否为通用法则。研究人员解剖了答案生成的输出结构，他们锁定了2个关键节点。首先是答案后的换行符，即 PANL 节点，它被视为信息的隐藏缓存区。随后是输出数字前的冒号，即 CC 节点，它是置信度信号的最终输出闸门。这种结构划定了观察置信度流动的具体坐标。研究人员针对锁定的坐标进行了思维注入实验，他们在换行符反斜杠 N 节点强行注入了高低置信度向量。实验目的是观察人为干预是否会流向冒号节点，并迫使模型改变主意。此项操作验证了隐藏缓存区对最终置信度输出的影响力。实验结果证实了潜意识缓存理论。数据监测显示，信号强度随层级分布出现了2个显著波峰。首个波峰早在22层的换行符节点就已经产生，直到32层的冒号节点，信号才再次增强。这意味着模型在给出答案的瞬间，就已经在内部潜意识中完成了置信度计算。研究团队通过激活修复技术进行了进一步验证。在擦除答案记忆导致置信度归零后，仅在换行符与冒号节点植入干净的特征补丁。实验发现，仅仅修复这2个节点就足以让 AI 恢复置信度。这一修复过程证明了特定节点在维持自我认知信号中的核心地位，充分性证明确认了这2个核心枢纽。实验显示，在35层后，冒号节点的信号恢复率攀升至近 100%。与此同时，无关节点的对照组始终保持0反应。这说明换行符与冒号并非普通字符，而是计算自信度的专属神经中枢。研究团队随后进行了脑部消融实验，以验证该枢纽的必要性。通过抹去换行符节点的激活值，模型原本处于 9.5 高位的置信强度迅速降至3左右。这一结果证明，一旦切断这些关键缓存节点，模型将完全失去评估并报告自身准确性的能力。为了进一步探索信号的本质，研究者进行了意识移植实验。他们从一个极低置信度的回答中提取换行符节点的数据，将其替换到另一个高置信度回答的相同位置。实验的核心在于，即便问答文本保持不变，仅替换隐藏的缓存数据，观察 AI 是否会继承他人的自信水平。这种操作旨在测试置信度信号的独立性。意识移植实验得出了明确结论。双向条形图显示，注入高置信度向量会显著推高输出，注入低置信度向量则产生拉低效应。这证明 PANL 节点缓存的不是具体词汇，而是一种抽象可提取的自我确信度。该信号独立于文本内容，是模型内部纯粹的认知表现。研究者使用线性探针对抽象信号进行了破译。散点图中，正确与错误的神经激活被白线清晰分隔，这证明隐藏节点蕴含着区分真伪的信息。这种能力是源于词汇概率，还是更深层的元认知？分析结果显示 ，AI 的自信并非表面的词汇概率游戏，
在置信度构成的圆环图中，词汇生成概率仅占 8.4% 的解释力，绝大部分信息由巨大的独特方差占据。这证实模型具备二阶元认知能力，能独立评估答案的真实质量，而非仅凭统计直觉。研究人员随后利用注意力阻断实验，深入研究置信度信号的流动路径。他们通过剪断神经连接、阻隔输出闸门，看向隐藏缓存的视线。该实验旨在验证模型是否依赖注意力机制，读取早期层级生成的缓存。这种方法能直接揭示信号在神经元间的接力逻辑。临时抱佛脚假说在路径分析中被彻底否定。证据显示，信号并非从问题直接跳向输出，真实路径呈现出一场完美的接力赛。信息先在22到28层汇聚于换行符节点，随后精准流向30层以后的冒号节点。注意力机制确保了信号的精确单向流动。潜意识缓存机制被证明是 Transformer 架构的普遍规律。实验横跨了 Google 的 Gemma 3和阿里巴巴的 Qwen 2.5 两种架构，无论使用分类还是数字提示词，波峰分布始终精准锁定在换行符与冒号处。这一发现确立了该信息处理模式在大模型中的通用地位。这张全景蓝图描绘了置信度信号的完整生命周期。信息先在答案 token 中收集，并路由至最后一个 token， 随后在21层到28层的残差流中持久化存储。最终，置信度在30层以后的冒号节点被成功读取。这幅地图揭示了超越词汇概率的复杂自省机制。研究者通过系列实验最终排除了临时拼凑与表面流利度的假说。证据确凿地指向了潜意识缓存与深度元认知这两个核心机制。在模型输出答案的瞬间，它已经完成了对自身回答质量的复杂自省。这意味着 AI 的自信并非简单的概率游戏，而是深层网络预先计算并缓存的结果。这项研究在神经网络深处精准定位了自信与怀疑的物理坐标，即第22到28层的换行符节点。实验证明，大模型具备二阶元认知能力，能深刻评估文本真伪。未来我们或许无需微调，只需通过探针实时监控内部信号，这为拦截 AI 幻觉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。